现在是2026年1月，现货黄金刚刚历史性的冲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，这2年金价像疯了一样，从2000多一路狂飙，一年暴涨了70%。中东那边伊朗的局势、红海的封锁，还有美联储刚传出的那点风吹草动，让全球都在疯抢黄金。这时候你打开账户，心里想着，这波黄金大牛市，我买的黄金 ETF 肯定让我赚翻了吧？结果你一看回报率，是不是傻眼了？为什么现货涨了70%，你手里的 ETF 扣掉管理费和杂七杂八的损耗，收益缩水了一大截？更惨的是那些买石油 ETF 的，2026年油价因为供应过剩和地缘政治在50到60美元之间来回拉扯，你的 ETF 却因为每个月的换仓亏得底掉。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是不是庄家在搞我？别急住关掉，今天这条视频我不跟你讲什么 Delta、Gamma 那些听不懂的金融术语，我要直接撕开华尔街最不想让你知道的合法抢钱真相。如果你今天不把这逻辑搞清楚，哪怕接下来金价真的冲向5000美元，你依然会是那个在那里拍大腿亏住钱的韭菜。这条视频的内容很重要，我保证你的投资世界观会被彻底颠覆。我会把这几年我自己真金白银砸出来的血泪经验，还有接下来2026年我看到的几个真正的暴富机会，毫无保留的告诉想翻身的你。看到最后，我还有一个特别内容要送给你。我们先来说说人性，为什么你会买黄金 ETF？ 为什么你会买石油 ETF？ 承认吧，是因为你懒，也是因为你贪。你觉得去银行买实体黄金要保管费，买期货又要保证金怕爆仓，还是点一下手机买 ETF 最方便？觉得自己特别聪明，既避开了风险，又蹭到了上涨的红利。你以为你买的是石油，你以为你买的是黄金，错，大错特错。你买的根本不是商品，你买的是期货合约的影子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买的 ETF 名字就叫黄金，就叫石油，为什么你说它只是影子？兄弟，你一定要听懂这句话，食物是有温度的，但合约只是数字。真正的石油是黏糊糊的，是要占地方储存的。真正的黄金是沉甸甸锁在金库里的，但你手机荧幕上的那个 ETF， 它后台操作的只是几张写住数字的纸，也就是期货合约。为什么叫它影子？因为这张纸只是在模仿石油和黄金的价格，它并不是那个东西本身。这就像什么？这就像你肚子饿了想吃肉，你没有去超市买一块真的牛排，你却跑去买了一张牛排的合约。这张合约告诉你，它会根据市场上牛排的价格波动，如果牛排涨了，这张合约的价值就涨。你看住合约上面的数字跳动，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牛排，但问题来了，你永远吃不到这块肉。更可怕的是，为了维持这个影子能一直跟随价格，基金公司必须不断的支付影子维护费。你想想，模仿一个人走路，你是不是要时刻盯住他？他每走一步，你都要调整姿势。在金融世界里，这种调整姿势就是刚才说的换仓，每调整一次都要交手续费、交税、交点差。所以你买的那个 ETF 其实是华尔街给你制造的一个全息投影，投影出来的石油看起来很美，价格也跟助涨，但投影机每分每秒都在耗电，而那个电费就是从你的本金里扣掉的。这就是真相，你在跟一个影子谈恋爱，却指望它能帮你生孩子。在2026年这个疯狂的行情里，影子会因为光线的混乱、市场剧烈波动而变得扭曲。这就是为什么现货涨了70%，你的影子可能只涨高了10%，因为那台投影机的损耗已经快把你的本金烧钱了。这里我要讲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经历，也是很多小白正在犯的错。还记得2020年那次负油价事件吗？那时候油价跌到负数，我身边有个朋友，叫他阿强吧，平时也是个精明人，看到油价跌成那样，心想石油是工业血液啊，怎么可能比水还便宜，抄底梭哈。他买了一堆石油 ETF， 心想只要油价反弹回到正常水平，他就财富自由了。结果呢，油价后来确实反弹了，从负数涨回了几十块，但阿强的账户却几乎归零了。为什么？他那天跑来找我喝闷酒，哭得像个孩子，问我为什么油价回来了，我的钱没回来。我告诉他，因为你买的那个 ETF， 他每个月都要做一个动作，叫做换仓，而这个动作就是华尔街割你韭菜的镰刀。来，我用最简单的生活例子给你解释这个坑。想象一下，你想囤一批牛奶等涨价，但你家里没冰箱，就像 ETF 发行商没有油库一样，所以你买的其实是牛奶提货券。这张券有个问题，它每个月底都会过期。
现在是1月，你手里的1月券快到期了，你必须把它卖掉，去买2月券。这时候问题来了，大家都知道下个月牛奶会涨价，或者市场预期会涨，所以1月券现在只值10块钱，但2月券大家都在抢，要卖12块钱。你为了维持手里的仓位，被迫卖掉10块的旧券，去买12块的新券。虽然你手里还是一张券，但你的成本无形中增加了2块钱。这在金融里有个专业名词，但我们不管它，你就记住这叫做时间的损耗。每个月亏1点，1年下来，如果油价只是横盘不动，你的钱可能就少了一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商品 ETF 长期持有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局。这就是人性的贪婪被机构利用的极致，他们知道你想赌趋势，所以设计了一个长期持有必死，短期投机看命的产品给你。现在回到2026年的今天，为什么我要这么严肃的警告你们？因为今年的政治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。你看最近的新闻，某个大国的选举结果刚刚出炉，能源政策大转弯，宣称要大力发展绿能，打压传统化石能源，但另一边地缘政治冲突导致供应链时不时就断一下，这导致什么？导致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极大，远期价格和近期价格的差价被拉得非常大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你现在还傻傻的拿着那种传统的石油 ETF 做长线投资，你的换仓成本会比以前高得多。你以为你在对抗通胀，其实你在被基金公司的管理机制和期货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反复收割，特别是那些带杠杆的2倍做多、3倍做多黄金石油的 ETF， 那简直就是绞肉机。我见过太多人在2024年、2025年的震荡市里，明明看对了方向，最后却输光了本金。这不是运气不好，这是认知不够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2026年的这波黄金石油行情溜走吗？当然不是，危机就是转机，机构能赚，我们也能赚，但你得换个玩法。在接下来的内容里，我会告诉你，真正的高手在2026年是怎么布局能源和贵金属的。我不买 ETF， 那我买什么？我有3个私藏的策略，特别是最后一个，关于如何利用政治事件的时间差来套利，这是我的压箱底绝活。还有，我发现了一个在2026年下半年可能会爆发的，跟黄金走势高度相关，但还没被大众发现的投资标的。想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的思维必须从买商品转变为买逻辑，别做赌徒，要做收租人。好，既然 ETF 是坑，期货又是赌博，那我们普通人是不是就该远离黄金和石油？当然不，现在是2026年，如果你手里没有一点硬资产，你的钱就像放在太阳底下的冰块，化得连渣都不剩。这部分我要教你们的是如何从一个赌价格涨跌的赌徒，变成一个稳坐钓鱼台的收租人。听懂这句话，你下半辈子的投资回报率起码能翻1倍。首先讲石油，前面我说了，石油 ETF 会因为换仓慢慢磨损你的本金，那聪明的钱去哪了？你看巴菲特老爷子，他在几年前就一直买西方石油，买雪佛龙，他为什么不买石油期货？因为他懂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，买石油不如买油田，买油田不如买那个挖油卖钱还分红给你的公司。在2026年这个当下，全球能源转型虽然在喊口号，但你看看窗外，燃油车消失了吗？飞机不飞了吗？没有，这反而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传统石油公司因为不敢乱扩张产能，手里的现金流多得吓人，他们现在就像是一个源源不断的印钞机。所以我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忘掉石油 ETF， 去买那些拥有优质油田并且承诺高分红的能源巨头股票。举个最生活的例子，买石油 ETF 就像你在家里囤了一桶油，不仅占地方有味道，还怕它变质，除了等涨价卖掉，它1毛钱都生不出来。但买能源股就像你是加油站的股东，不管油价是100块还是80块，只要有人加油，你就有钱赚，而且每季度公司还会给你发一笔过路费，股息。现在2026年，很多能源股的股息率甚至超过了债券，这就是我说的收租心态。油价涨，股价跟住涨，油价跌，我拿股息再投入，复利效应吓死人，这不比你天天盯着期货 K 线图提心吊胆要香吗？接下来讲黄金，黄金现货本身是不产生利息的，它只是一块金属，但如果你想在2026年这波行情里赚的比别人多，你要懂一点经营杠杆，这是我要讲的第2个策略。假设现在金价是2500美元，一个金矿公司挖1盎司金子的成本是2000美元，那他赚500美元，
如果金价涨了 10%， 变成2750美元，你看似金价只涨了一点点，但对这个矿企来说，它的利润从500变成了750，利润暴涨了 50%。这就是数学的魅力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牛市里，优质金矿股的涨幅往往会跑赢黄金现货好几倍。但我知道有人会说，哎呀，选股好难啊，万一那个矿塌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有一个更高级的玩法，这是真正的华尔街镰刀都在用的买黄金权利金公司 Royalty Companies。 听好了，这可能是本视频最值钱的部分。这类公司不挖矿，不买铲子，不承担矿难风险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就像是借钱给矿山的金主爸爸，矿山还没挖出金子前缺钱，权利金公司给钱，条件是以后你挖出来的每一盎司金子都要分我一小部分，或者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们拥有近乎无限的利润空间，而且成本锁定，这是黄金投资里的包租公模式。2026年，随着金价高起，这些公司的财报会漂亮的惊人，这就是富人的思维，不干苦力，只收过路费。好，有了工具，我们再来看2026年的天时。为什么我敢说2026年是这类资产的大年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新闻里去美元化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？这不是阴谋论，这是正在发生的阳谋。我看了一下央行的数据，这2年全球央行买黄金的量是创纪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不信任美元了，大家都怕自己的资产被冻结。政治上的不信任就是黄金最大的燃料。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心理陷阱，千万不要追新闻买入。如果在2026年某个早晨，你看到新闻说某某地区爆发冲突，油价金价暴涨，这时候千万别冲进去买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早就布局好的机构正等着这个利好消息出货呢。记住我的口诀，在无人问津时买入，在人声鼎沸时卖出。听起来老套，但真的很难做到，因为人性是贪婪的，看到涨了才想追。现在趁着市场还在犹豫，趁着有些人还在被 ETF 的亏损搞得怀疑人生时，才是你悄悄布局优质资产的时机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还没呢。前面讲的都是防守反击，接下来我要讲点刺激的。在2026年，除了黄金和石油，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，但我认为即将迎来戴维斯双击的板块。这个东西跟新能源有关，跟战争也有关，但现在还没多少人关注。如果你想用小资金博取一个大的翻身机会，接下来的内容你绝对不能错过。而且我会最后总结一套适合小白的傻瓜式操作清单，让你听完就能用。别走开，最后的钱货才是最硬的。既然你已经看到这里，说明你跟那些只会看短视频哈哈大笑的人不同，你有耐心，更有想改变现状的野心。刚才我说了，2026年除了黄金和石油，还有一个被严重低估，甚至是被大家嫌弃的板块，那就是核能与白银。为什么是这两个？先说白银，2026年金价已经在冲击4600美元甚至5000美元的大关了。这时候大众会发现金子太贵了，买不起，于是那种补涨的贪婪心理会疯狂涌入白银。而且你要知道，现在不管是 AI 数据中心还是太阳能板，对白银的工业需求是硬伤。白银就像是穷人的黄金，一旦它涨起来，那个爆发力是黄金的2倍甚至3倍。再说核能，大家都知道2026年电力缺口有多大， AI 的尽头就是电力，所以那些拥有油矿资源的公司就是2026年的新石油。这是我个人的重点布局，这不只是投资，这是对未来10年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下注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如果你还是觉得很复杂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总结成一个3不3要操作清单，你直接拿去对照。先说说3不要。不要长线持有带杠杆的商品 ETF， 那是给职业交易员玩心跳的，不是给你养老的。不要在金价创历史新高的那天冲进去，那是机构的提款日，不是你的发财日。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哪怕你再看好石油，也别梭哈，因为政治黑天鹅你永远猜不到。接下来是3要关注收租型资产，优先选高股息的能源股和权利金公司，要学会定投式布局，在价格回调的时候分批买入，利用时间换空间。要盯紧各国央行的动作，他们才是市场里真正的庄家，跟住庄家走，胜算大1倍。投资这件事，表面上是在跟市场博弈，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贪婪与恐惧博弈。2026年这波行情，很多人会因为买错了工具，比如那些坑人的 ETF 而错失大奖，甚至倾家荡产。我不希望你是其中一个。我今天把这些讲出来，不是为了显摆我有多少经验，
而是因为我也当过韭菜，我也曾在深夜看住满盘皆绿的账户失眠，那种感觉我懂。赚钱的机会永远都有，但前提是你的认知要走在资金的前面。讲完数据和逻辑，我想跟你们聊点看不见的东西。我在金融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发现一个定律，穷人算命，富人看运，而真正的顶级大佬都在顺应天时。为什么2026年的行情会这么妖？为什么金价和油价会像疯狗一样乱跳？如果你只看华尔街的财报，你是看不懂的，但如果你打开黄历，或者懂一点玄学，一切就豁然开朗了。2026年在干支纪年里叫做丙午年，丙是阳火，像是天上的太阳，午也是火，是地上的烈火。这一年是真正的天干地支一气，火气冲天，这也就是传说中的红马年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在五行里，火克金，很多人一听火克金就慌了，觉得金价要跌，错，大错特错，真金不怕火炼。2026年的金价正是在这种剧烈的烈火焚烧中被锻造出来的，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的行情这么折磨人，它会反复的暴跌融化，再暴涨成型。市场在清洗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，就像火在把金子里的杂质烧掉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想在今年拿住黄金，你的内心必须比火还要热，比金还要硬。再来看看石油，石油属水，流动，也属火，燃料。在丙午这种大火年，水火相冲，意味着中东那个火药桶属火的方位注定是按不下来的，冲突、爆炸、供应链断裂，这都是火马年的象。所以不要指望油价会平静，波动就是今年的主旋律。还有，我们现在正处在九子离火运的鼎盛期，2024到2043，离卦代表什么？代表能源，代表电力，代表虚拟资产，也代表战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告诉你们要关注核能。核能是什么？它是被控制住的最高级的火，它完美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气运。而在这股离火大运下，那些传统的笨重的实体经济会越来越难做，而掌握能量和信息的人将会拿走这10年最大的财富。所以朋友们，别去跟天斗。2026年这种火马之年，千万别想着求稳，这一年没有稳，只有狠。顺着火势走，你就是涅槃的凤凰；逆着火势走，你就是被烧焦的炮灰。把你手里的那些垃圾 ETF 扔进火里烧了吧，去拥抱那些真正能抗火，甚至需要火来炼造的硬资产。这不只是投资建议，这是给你的一条保命符。最后，我必须郑重提醒大家，以上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投资经历和对2026年的观察分析，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风险永远存在，请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政状况独立判断，风险自担，毕竟那是你辛苦赚来的血汗钱。好了，这期关于黄金和石油 ETF 的惊天大坑与2026年的逆袭策略就分享到这里。你觉得白银会在今年冲破历史新高吗？或者你手里正拿着哪个让你头疼的 ETF？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交流，我会尽量回复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够硬，够钱货，请一定要长按点赞按钮，给我一个超级支持，并把它转发给你那个还在死磕 ETF 的朋友，这可能是在救他的钱包。记得关注我，祝大家在2026年都能守住财富，稳稳赚钱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